1、2、3。哟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Monkey Random。我这个频道的第一个影片呢，就想要说疫情期间邮轮上的3大迷思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人们最常问到的，疫情期间邮轮是否很危险？那以一个在邮轮上待了近乎3个月的人来说呢，我觉得邮轮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，没有之一。这个影片结束，谢谢。为什么我会这样觉得呢？因为在邮轮上，我们的防疫措施是绝对严密的。接下来我就要解释到邮轮上防疫措施分为哪些等级，然后每一个等级有什么差别。Level 1呢，其实跟普通的 cruising 是一样的，就是客人来度假的话，可以自由进出餐厅，船员也不需要规定戴口罩，也不需要一直待在房间，所有的活动照常进行，所有的公共设施都开放。但是我们邮轮上无时无刻都会提醒乘客要多洗手消毒这样。Level 2呢，通常比起 Level 1就是增强那个 sanitation 消毒药水的浓度，或者增加消毒的次数。但是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呢，又多出了很多条件，例如某一些的公共设施是不被开放，某一些活动是不能进行。一些运动的场所如果有间接或者非间接的身体接触也不被开放，例如篮球啊，还有一些液体接触。死变态！我说的是游泳池，好像你会流汗啊、流鼻水啊、泪水啊等等的这些液体接触，你在想什么？至于健身房呢，户外跑道还有户外乒乓桌是开放的，但是会有人数限制。当然，在这个 Level 2疫情期间呢，我们也会一天测2次的体温，分别是早上10点和下午4点，但每一条船的情况不一样。那有一些船的人数比较多呢，就连你进出餐厅都是无时无刻要戴口罩。我比较幸运，我在的太平洋公主号呢，原本可以搭载1000多人的船只，只有120个船员在船上，所以我们是不需要戴口罩的。这个是 Level 2。Level 3呢，也就是最严密的防疫措施哦。通常在这个 sanitation Level 3的时候呢，只是增加那个消毒的次数，还有消毒的浓度，但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又多了很多条件，每一条船的情况不一样。有一些船员特别多的话，然后工作人员的数量允许的话，你就得时时刻刻待在房间。我说的是无时无刻待在房间。除了一天测2次体温，你可以踏出门外，你吃饭也得在房间里面。那工作人员会把食物送到你房间外面，吃完了后，你再把餐具放在房间外面。你想象一下，你要24小时，几乎24小时待在房间里面，可能14天，可能1个月。在海上的网速呢，大多数的时候是比较不给力的，所以你在房间里面想要做手指运动的话，就是滑手机，也比较困难。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Level 3，如果你被困在房间是非常非常辛苦的。好，介绍了以上3个不同等级的防疫措施之后呢，我得总结一下为什么我觉得邮轮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。第一，在邮轮上呢，其实无论是这个疫情发生之后或者发生之前呢，我们都无时无刻提醒客人、员工时常洗手消毒。我们吃饭之前洗手消毒，我们吃饭之后洗手消毒，我们睡觉前洗手消毒，我们睡觉后洗手消毒，我们洗手前洗手消毒，我们洗手后洗手消毒。自从这个疫情发生之后呢，
所有的邮轮其实都禁止任何的人员下船或者上船。死变态！这个的意思就是说，在3月底的时候，几乎所有的邮轮都把客人安全的送回家，然后就只剩下船员在海上。那如果我们要补给食物啊，或者一些船上的用品呢，我们靠港，然后他们会直接用机器运进我们的邮轮里面，就是不会有人员进出。就连有一些情况呢，一些国家都不让你靠港，你就在海上呢，他们会派小船过来补给食物这样。那有一些人会问，那船与船之间的船员调动呢该怎么办？在调动之前呢，我们会向当地的政府还有港口提供一份完整的名单，包括身体检查状况啊、体温啊、名字啊。那在调动人员之间呢，只要你一转船，就好像当时我从美国的 Star Princess 星星公主号转到 Pacific Princess 太平洋公主号呢，就直接实行7到10天的 Level 3防疫措施，就是说无时无刻待在房间，一踏出门外就要戴口罩的这样一个防疫措施，所以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安全的。我觉得很多人会误以为邮轮上在疫情期间非常危险是可以被理解的，因为主流媒体报道的就是哪一条船中招啊，多少个人受感染等等的。学过媒体和学过新闻的人都知道，新闻越负面的话就越有价值。当然，我们在为防疫做的一些措施还有细节是不会被报道，船员上的辛酸呢也是不会被报道。例如还有一些船员还待在海上，在这里我希望那些船员都可以平安回到家，然后也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大家解开一些误解，还有一些迷思等等。那接下来我也会制作一些关于邮轮的影片，喜欢的话可以按赞分享。我们下一批影片再见，拜拜拜拜拜拜拜。